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摇头子喝酒的时候，我叫到4个4，其他人都不跟了，只有曾经是班里混子的富龙突然扔出他的劳力士手表，5个4加上我的劳力士跟你，这是他今天第 N 次显摆他这手表了，也是他第 N 次针对我。同学们纷纷出声劝和，我默默放下我的打火机，跟吧。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学习委员见状不对，出声制止。玩个头子，赌这么大啊？小赌怡情，大赌犯法哈。富龙嗤笑，这有什么的？要是输了，这就算我自愿赠与。自愿赠与犯什么法？说完用下巴点我，大班长，你跟不跟啊？我也用下巴指指我的打火机，跟啊！他哈哈大笑。我这是劳力士冰兰迪，到手价127万，你拿10块钱的破火机跟？大班长，你这么会算账，数学老师知道吗？哈哈哈！我没理会他的嘲讽，只是默默地将果盘里最后一块碎西瓜吃完。当初上学的时候，我跟他是2个极端，我是学习最好的，最受同学和老师喜欢，也是备受期待的。他则是学习最差的，老师也不喜欢他。我们2个就是对照组，夸我的时候必骂他，骂他的时候必夸我。我理解他的愤愤不得志，所以每次我都会在课后开解他。没成想，这倒成了他恨我的理由。毕业后，大家各地上学分道扬镳，我没听过他的消息，只是隔3差5的隐约听说他好像去哪儿打工了，当了哪儿的工头了，后来又到哪儿自己做生意了，开厂子了。其实我还挺为他高兴的，这次聚会也是真心为他庆祝，只是没想到他还跟以前一样针对我，在饭桌的时候就阴阳怪气，动不动就甩他的手表出来，偶尔还把钱压在杯子下，阴阳怪气的讽刺我只是个开彩票店的，赚不了多少钱，还说这是给我赚钱的机会。我一直没搭理他，直到来了 KTV， 开始我们只是摇头子比大小，输了喝酒。自从他加入后，就开始赌钱，大家压1块2块的时候，他就压1000、2000。赢了嘲讽大家压的钱太少，还不够他出门一趟的油钱，输了就说给我们一个赚钱的机会，当是做慈善。原本大家都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不好闹太僵，大不了之后回去就不联系。没想到他却越来越过分，怎么样？要是不跟，你这破火机就归我，虽然不值什么钱吧，但当铁卖也能卖个2块钱，毕竟人啊，外面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不值钱。原本想着算了的，毕竟同学一场，但看他得意张狂的样子，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教训。于是在手机里找出我房产证的照片给他看，这是我老家的房子，现在市价30多万，呵，才30万。就算你40万，跟我127万可差远了。我没理他，又翻出一个合同的照片，这是我老家的土地征收合同，耕地占地，给了120万，加一起够了吧？哟，运气不错啊。富龙嗤笑着看了一眼我手机里的照片，眼里一闪而过的复杂。果然辛苦奋斗不如天生命好，在家躺着都能掉钱。行，勉强够了，你开吧。我点了烟，手上转着火机，摇头。我可没说要开6个4，而且你筹码似乎有点不够看。从聚会开始，我一直都是和善的，突然这么刺人，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富龙不屑地从我手里把火机抢过去，然后掏出他的雪茄点上9个4，同时扔了一个门卡出来，锦江别墅3-7栋，市价9300万，这回够看了吧？包厢内传来惊讶的声音，
大家原本对富龙鄙夷的目光也都复杂起来。毕竟做生意做到能买得起这个价位的别墅，身价最少也是房价的10倍以上。亿万富豪在身边，哪怕不讨好，也不会得罪。顿时所有人的表情都温和起来，这让富龙的虚荣心瞬间爆棚，得意地仰着下巴：怎么样啊，大班长，这回我的筹码能入得了您的贵眼了吧？见我不说话，富龙更得意起来，把脚放在桌子上，抽了张纸巾，在他那双自称是意大利定制的手工鳄鱼皮鞋上擦了2下。别自卑，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我这一双鞋钱。毕竟学生时代被人看好，也不代表出了社会会被社会看好，对吧？我没搭理他，只是拿出手机摆弄。富龙瞥了一眼我的手机搜索界面，哈哈大笑着把门卡收回来。别为了跟我攀比狗急跳墙借网贷啊，都是老同学，可不能害了你啊。算了算了，我再吃点亏吧，你那房子也收回去吧，才30万，还没我请客户吃一顿饭钱贵。10个4，我一脸镇定地打断他的话。包厢里的人都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富龙也愣了一下，随后哈哈大笑，还往上叫呢，你出得起筹码吗？他用手指点了点那张价值9000万别墅的房卡，暗示着他有这房子做筹码。我注定赢不过他，我只是摆弄着手上的火机，冰蓝色水晶的外壳刚刚被富龙一摔，似乎摔出了裂痕。场面僵持着，学习委员出来打圆场。哎呀，算了算了，就一个游戏，把大家关系弄得不好就不值当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来来，大家喝一杯，这事就算过去了哈。说完，其他人纷纷出声附和，举着手上的酒杯，就等着我跟富龙表态。学习委员是个面容干净白净的老好人。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总是笑呵呵的，脾气也特别好。富龙以前就爱欺负他，但他从没抱怨，被欺负过后也是笑呵呵的把事情带过。后来我们大学在一个城市，经常约出来打球，关系也不错，他的面子我是愿意给的。就在我正要端酒杯的时候，富龙突然将手边的酒杯推到地上，还装作不是故意的样子。哎呀，我倒是想给咱们学习委员的面子，但是老天爷不给，毕竟老天爷也知道好坏，有的人不值钱，面子什么的也便宜。这话一出，一向笑呵呵好脾气的学习委员就黑了脸，但富龙还是在喋喋不休，也不说骂人的脏话，却句句都往人心窝子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人人都有不易困难的时候。学习委员的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好，但好在他够勤快，也肯干，也算是有了一些小成就。只是这些小成就，对于底层家庭的人来说，养活全家就非常不够看了。听说他父母前段时间病重，他媳妇不想继续填这个无底洞，还跟他离婚了。以前老师经常说的那句是什么来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你们关系这么好，确实也像一类人。说完又把他手上的门卡往前一扔，一脸嫌弃。我这个异类就不跟你们玩了，来吧，我的筹码就这些，快点结束，一会儿我在皇冠还有局。皇冠会所，这是顶级会所，不接待散客，办会员都要验资的那种。所有人都烦他装逼，但脸上还是露出羡慕的神色。毕竟谁都想不到，曾经的混子竟然是所有人里混得最好的。就在所有人复杂的眼神中，我将手机上找出来的链接点开，放大。不急，咱们继续赌可以，只是我好奇你的筹码是你的还是你租的？所有人一听，顿时都来了精神，纷纷伸着脖子去看我手机上的信息。
租房网，他这房子是租的啊，怪不得这么狂，还9300万，9300块吧。所有人纷纷嘀咕，看他的眼神也不再带着和善。我没说话，只冷眼听着所有人对他的奚落和嘲讽。倒不是落井下石，只是他为人太狂。但凡他今天收敛点，我都愿意给他这个面子，成全他的虚荣心。可做人不能把自己的狂妄踩在别人的自尊之上，践踏别人的人，也总有一天会被别人践踏。傅龙表情略微有些僵硬，但还是装作凛然的样子。对呀，这房子我租出去给别的剧组拍戏用了，毕竟我房产多，废物利用知道吗？说完又摆出那副高傲的样子，嗤笑一声。空房子能再利用，但废人可利用不了。那得意狂妄的眼神再次看向众人，这一次没人再用那种羡慕又忌惮的眼神看他了。我依旧没说话，在傅龙要把门卡拿走的瞬间，抢先拿在手里。傅龙的脸色顿时警惕起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在手里把玩，看到上面这串熟悉的编码，转身给一个人发了条信息。不一会，对面就发回了我一张图片。看清上面的内容后，我把手按在钟头钟上，我叫10个4了，你到底跟不跟？傅龙似乎有些慌，却依旧强装镇定，视线扫过其他几个人，见其他几人都开钟放弃了，得意地笑起来。我当然跟了，但你兜里那点字儿，你跟得了吗你？我当然能跟了。说着，我将刚刚那张门卡扔到桌子上，抬头看着傅龙，9300万，哈哈哈哈！傅龙突然大笑起来，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你是卖彩票卖疯了吗？你拿我的房子下注，天天做梦暴富，做傻了吧？我也笑了。是啊，拿着别人的房子出来装，就已经很傻了，还下注，确实更傻。我学着他的语气，阴阳怪气，手上玩弄着火机。傅龙没接话，但学习委员却听出了不对劲。什么意思？这房子真不是傅龙的？他把门卡从我手上拿过去，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发现上面除了印着别墅号外，并没有写房主的名字。然后又用征求的眼神看向我，我用余光看着傅龙，几次看着他想开口，但似乎又怕露馅，犹豫了半天，最后干脆起身，从学习委员手里直接把门卡抢了过去。一群没见识的穷逼，跟你们多说一个字都是掉价。说完起身就要走，刚起身，迎面走进来一个花臂男。傅龙看到那个人的瞬间，脸色都变了。周总真巧，你也过来玩。来人见是傅龙，谄媚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你怎么在这？我来谈点事。进错房间了。怎么样最近？出去喝一杯，我请客。花臂男没好气的冷哼一声，用不着，正好找你有事，省得我再找你了。傅龙有点慌张的就想往外走，有事咱们出去说，这里太吵。吵什么吵？花臂男伸手直接将歌曲关了。就在这里说，正好你租的那个房子的房主找你，听说你把租给你的房子当赌资给押出去了。在场众人闻言一片哗然。什么赌资？什么抵押？你是不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什么呢？谁他妈跟你胡说八道了？说着拿出手机，上面的聊天记录正是对方的质问，而聊天框备注的是房主。傅龙脸上惨白，但好在包厢里的灯光昏暗，看不出来。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有事出去说。说着就要拉花臂男，男人膀大腰圆，一脸横肉，但身子却非常灵活地躲过傅龙。要不是这里人多，他都想踹他一脚。有事就在这说清楚，你把客户放在老子公司租赁的房子卖了，
老子还他妈顾及你面子。两人在那对峙，众人看得热闹，一个个都竖着耳朵，生怕漏听了什么。我也在沙发上一边把玩火鸡，一边看着两人。只见傅龙突然不知道在花臂男耳边说了什么，刚刚还愤怒的男人突然就安静了下来，精明的眼睛一眯，点点头，转身就要跟着傅龙出去。就在傅龙的手刚碰上门把手的时候，傅龙的声音清楚地从后面传了出来：9个4，锦江别墅3-7栋，市价9300万，这回够看了吧？这是刚刚傅龙拿房子做赌注的录音。早在刚刚看到傅龙拿出房卡的时候，我就顺手录了下来。开始只是想着有备无患，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用上了。录音的声音十分清晰，内容也明了。刚刚还好说话的花臂男瞬间愤怒，一拳头直接朝着傅龙砸去，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当初签租赁合同的时候，老子就他妈跟你说过吧，房子不能转租，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当时你答应的痛快，你他妈倒好，直接给我抵押出去了。这是你的房子吗？有他妈大红本吗？你就给老子自往外押。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听到最后直接笑了。原来还真是租的房子啊，那在这耀武扬威的显摆个什么？就是，我还真以为他努力上进了，结果是租的。现在倒好，反被打脸了，犯得上犯不上啊！叽叽喳喳的说了很多，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巴掌，打得傅龙抬不起头。够了！傅龙突然忍无可忍，大喝一声：“老子付钱了，也没把房子押出去！你他妈叽叽喳喳说半天，在这说什么？”转过头又看向刚刚叽叽喳喳的人，愤怒道：“笑话我！你们有什么资格？就算这别墅不是老子的，但外面的车还有老子的手表，这些都实实在在都是老子的。就凭这些，你们这些废物也都一辈子追不上。”傅龙来的时候开的是一辆保时捷911，大红色的敞篷，在路上特别显眼。来 KTV 的时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当时他还很得意地说，这车落地价270万，国内现在都买不到，要提前订，光是找关系定制都要2年呢。当时大家有多羡慕，现在他就有多打脸。你这车现在市价可不值270万。我摇头，18年的车型了，现在二手车价最多90万，而且右后车门有更换的痕迹，更换面这么大，显然是事故车。二手事故车更便宜，我的天，居然是二手的，还是事故车，还真是。一个男生看着刚刚搜到的网页信息说道，二手车网站上给的报价刚36万，还包过户呢。说着举起手机给大家看他刚刚跟二手车网站客服咨询的聊天记录。傅龙一怔，也许是没想到我认车型，很快脸涨得通红，想要反驳，反想到之前他显摆的时候让他们随便拍照来着，要是众人真的拿照片到车贩子那咨询，糊弄外行人没问题，但内行人肯定一眼就能看出破绽。于是他赶忙把那人的手机抢了下来，用力地摔在地上，手机顿时4分5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被摔了手机的人随即破口大骂。傅龙冷眼看着，像是施舍一样，从包里捏出一沓钱，直接砸到脸上。你那破手机屏幕都碎8瓣了，还不舍得换？我这是行善积德，赶紧拿钱换个新手机去吧，这钱够你换3个了。说完径直走到我面前，扬手抢过我的火机，像摔那人的手机一样，直接摔在地上。火机外表上的冰蓝水晶瞬间4分5裂，只剩里面的金属壳子。
盖子也被摔得打开变形，叮完的味道慢慢在包厢内散开。富龙跟刚刚一样，捏出一沓钱甩了过来。你一个破卖彩票的瞎逼逼个什么？保时捷911，你眼瞎就自己上网搜，270万的车到你嘴里就成90万，眼睛不要就捐了。一个开彩票店的会看什么豪车？闭紧你的嘴，这些钱够你好吃好喝半年的。富国压低声音警告，说完转身就要走。等等，我叫住他，怎么嫌少？富龙看着我将地上的钱捡起来，得意地挺着腰板，还想要钱也可以，跪下来给我磕几个，高兴了我就再施舍你一点。我没搭理他，将那些钱当着他的面数了一遍，一共是3500。如果你要赔偿我的伙计，这些钱不够，麻烦你把剩下的补足。呵，行，那你说你要多少？说个数出来，我听听。说着，伸手就去掏钱包。40万。富龙掏钱包的手一顿，仿佛到什么笑话一样。什么？你说多少？40万。我重复一遍。哈哈哈哈！富龙笑得前仰后合。你他妈是穷疯了吧？40万？你当你这是什么火鸡？镶金子了吗？我没搭理他，只将火鸡残余的部分捡起来，然后将印着标记的那部分朝上，放到富龙手里。如果你觉得我是讹你，那你可以拿着这些到一些权威的机构去做个鉴定，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了。刚刚那个被砸了手机的人从别人那借了手机，快速地用识图搜物搜了一下，很快屏幕上就显示了标价。都鹏 Caranda 打火机是由全球知名设计师设计，材质以贵金属和钻石为主，其他材质可根据客户定制调整，基础售价为40万。说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看过来，他们不相信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靠开彩票店生活的我会买一个价值40万的火鸡。毕竟我的一套房子才30万，火鸡比房子都贵，傻子才会买。哈哈哈！刚才还阴阳怪气地说我装，你借个40万的火鸡过来就不是装了，不是借的。我将杯子里剩下的果汁喝掉，就是我买的。然后在手机里找出当时买这个火鸡时的关税单据，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商品名称、价格和签收人的名字，确实是我的名字。富龙一脸的不可置信，但很快他想到了什么，刚要说话，我就打断了他。你是不是想说，我家土地征收给了不少赔偿，我为了装逼，所以买的这个，随便你怎么想吧，但价值在这，也确实是你摔坏的，照价赔偿吧。富龙的脸黑沉下来，却还嘴硬，一点小钱而已，明天银行开门，我第一时间取了现金给你。说完转身就要走。哎，等会儿！花臂男拉住富龙，将他往沙发上拉。是还没说完呢，走什么？什么事？富龙想起那个房子，那个事回头再说，我皇冠还有重要的合同要谈，有什么事都明天再说。花臂男点头，行，我就说一句话，那个房子不租你了，我马上就叫人去收房，你的东西马上叫人搬走吧。说完就放开了富龙。富龙瞬间顿住，也不急着走了。凭什么？我都付钱了，还有合同，你这样是违约，知不知道？违约？花臂男冷哼，你他妈都要卖人家房子了，我没找你麻烦，你还要怪我了？我都说了，那不是卖房子。富龙急了，但看一包厢人的眼光，又低声说了句，那都是误会，回头我再跟您解释。这房子我真的有大用，很重要，您再通融通融，用一晚，就这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一定把房子好好的还回去。说着，
偷偷往花臂男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卷钱进去。哥，通融通融。花臂男的眼睛瞟了一眼鼓鼓囊囊的口袋，但却无动于衷，将钱又塞回了富龙的怀里，一把抽出门卡，跟我说没用了，人家房主发话了，房子租谁都行，就不租你。说完还拍了拍富龙的肩，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错人了，人家在我那挂了2栋楼的房源出租，我不可能为了你丢了财神。拿到房卡，花臂男转身就走。哥，富龙追了上去，因为着急，额头上都流着汗珠。哥，这房子对我真的有大用处，我工厂的情况你知道，能不能救活就在这一哆嗦了，你就当帮帮老弟行不行？见男人无动于衷，富龙赶忙塞钱。老弟知道你的难处，这样您把房东电话给我，我跟房东联系，您放心，保证不撬您的单。花臂男还是不说话，只是一直用眼神向我请示。算了，我来跟他说吧。你，富龙看着我，目瞪口呆。在等到花臂男眼神肯定后，富龙的脸都白了。包厢里安静了片刻后，富龙擦别别扭扭地开口：这房子是你的？是。这火机不是为了装逼，不是，这火机我用了很多年了。那你，他想问我刚刚照片里那个30万房子的房产证，我调出那张图片给他看。现在富龙没了刚刚高傲的态度，也终于认真地看清了手机里的图片。一套房子30万，可这上面写的是2栋，24层1梯3户的房子。有2栋144套，想到这2栋房子的总价值，富龙的眼中迸发出金光，随即又担忧起来。那你怎么开了彩票店？富龙点头。我回想之前的那些年的辛苦劳累，叹了口气，累了，养老。每天看着买彩票时人们眼神中的兴奋，还有兑奖时的喜悦，总觉得这样的心情会让我也放松下来。人活一辈子，赚再多钱，除了吃喝穿用，不就是为了这2个瞬间吗？富龙还有话想问，但想到他自己的问题，于是开口：刚才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但这房子我真的有大用处。我知道，这房子是你租的，车是2手贷款的，手表是你借的，皇冠的会员也是别人的。你想用这个房子招待你的客户，向对方展示你有能接下这单业务的实力，从而救活你的厂子，是吗？富龙惊讶地抬头。我继续道：你为了生意这么做，其实无可厚非，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以打压别人的方式找到优越感。本来看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为你高兴，可你打压、贬低、讥讽、羞辱别人。连学伟，他在上学的时候帮过你多少？那时候富龙的家里情况不好，父亲暴力，母亲也粗俗。开家长会的时候，别的同学即便考得不好，家长也都会给孩子留面子，不在外面骂人。但富龙的家长几乎每一次都要在学校里面动手打他，似乎是为了彰显他们的家长地位。4次都把富龙打到倒地流血，才会得以罢休。我们班级同学之间关系很好，即便他是个混混不上进，同学们还是会照顾他。特别是学伟，他的家境状况也不好，但每次都是他掏腰包给富龙买药包扎，有时候还会请他吃点东西，开解他的情绪。一个处处照顾自己的人，而自己在得势后却反过来践踏对方，这样的人品为人，我一点也同情不了。同学聚会是为了沟通感情，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可以彰显炫耀优越感的平台。我将那张门卡从花臂男的手里接过来，但凡你今天不是这样的态度，
咱们同学之间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都会想办法帮你解决问题。但你……行了，傅龙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说这么多，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低头吗？行，我低头。说着，傅龙直接一鞠躬，看起来卑微又谦虚。对不起，我惹您这个大老板不愉快了，您大人有大量，麻烦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个活路，让我这样的小人物活下去，求您慈悲，这样行了吗？傅龙抬头看着我，眼底的不耐烦和厌恶呼之欲出。我长舒了一口气，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说，摇头，算了，你再去租别的房子吧。傅龙瞪大了眼睛，恨不得生吃了我，但奈何花臂男在场，他知道花臂男绝对站在我这边的，如果动手，只是他吃亏。于是哼了一声，转头就走。傅龙走了之后，同学会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学会。大家没有因为我经济情况好刻意巴结，只是让我们各自都回到了学生时代。大家举杯畅饮，男生们冲我一竖大拇指，说了句算你厉害，女生们则是笑嘻嘻的，跟上学的时候一样，笑着起哄。班长威武，同学会在嬉闹中结束。我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本来想吃个饭继续补觉的，结果警方却上门了。傅龙你认识吗？认识，同学，昨晚还见过，请问出什么事了吗？关上门，确定周围没人，前来侦办案件的警员才将事情透露给我。昨晚在汇丰别墅有人报案，说是有人组织多人违法活动。巡逻的保安听到一幢别墅里有女人的求救声报的案之后，经过我们的调查，在为首的一个叫傅龙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写着你名字的纸条，说着将那张写着我名字和卡号的纸条照片给我看。看了一眼，我就知道这张纸条是花臂男写的。昨晚傅龙离开后，中介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傅龙会把打火机的钱打给我，让我给他一个卡号。我也如实将经过跟警官说了一遍，这个应该是中介给傅龙写的，被他收起来了。确实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的。我听出了点端倪，便问道：傅龙逃了吗？负责记录的警官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却没多说，只留了个电话，发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刚送走警官，就发现同学群里炸了，一个个都在说傅龙昨晚联系他们，跟他们借钱了。通过大家发的截图来看，似乎还是群发，所有人也都看出来了，也都纷纷在群里讨伐。这时，学委的消息单独发了过来，刚刚有警方的人联系我，说傅龙犯事了。我回了个点头的表情包，已经来找我谈过了，说是已经跑了。之后的几分钟，就见聊天框上一直断断续续地显示着正在输入中的提示，直到10多分钟后，学委才发了一句话：傅国刚才来我家找我了，拿了2000块钱。我脑子嗡的一下，恨不得直接给这个呆子2拳，但奈何手伸不进屏幕里，只能赶紧趁他撤回之前把这条信息截图。果不其然，在我刚截图成功的下一秒，学委就把这条消息撤回了。算了，没事了。我气得翻了个白眼，只给他发了一句话：你这样要把你孩子害死了。说完就赶紧联系了那名警官。学委虽然有时候烂好心，还有点呆，可他毕竟还有个孩子，当时他离婚的时候，孩子给他养着，如今也才4岁半。要是因为学委的一时糊涂成了协助潜逃的同伙，那他这个4岁的孩子也就跟他一起受牵连了。所以看着还在小朋友的份上，在联系了警方后，我将事情仔仔细细地跟他电话说了一遍。学委也想明白了，吓得不行，
好在警方办案很公正，在学伟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和他当时为什么会给富龙拿钱的心路历程后，最终判定学伟不是同伙，只是傻。之后又过了半个多月，一直潜逃的富龙最终在隔壁市的一个废弃石材厂被抓获。被正式关押后的第一次探视，富龙请狱警联系了我。隔着玻璃窗，我看到了穿着橙色囚服的富龙被狱警带着走了过来。富龙在看到我的瞬间，眼神里满是不甘，拿起电话，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直到狱警提示探视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富龙才用他那沙哑的声音缓缓开口：“当时你为什么不帮我？”我看着一脸沧桑和不甘的富龙，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也只问了他一句：“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还会像之前那样吗？”富龙干脆地摇头：“如果知道你这么有钱，我会直接跟你借。”我无奈地笑了下，早就猜到了是这样的答案。有些人即便是死到临头了，也不会承认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若是让他们悔悟，他们也只会后悔当时应该圆谎圆的更完善一点。就像一些刑事犯，他们在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怎么补救，而是销毁证据。意识到富龙的无可救药，知道说再多都是废话，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是在探视时间还剩3分钟的时候，我放下了跟里面通话的话筒，起身直接离开。半年后，富龙的案子宣判了，因为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最终案件审判的时候没有公开，只在官网上发布的审判结果。富龙因为所犯的案件过多，数罪并罚，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处罚金、赔偿金共计65万。他经营的工厂因为违规等其他问题，也被提起多项诉讼，最后资不抵债，工厂和器械被法院拍卖，最后所得款项用于给付原告被拖欠的款项。拍卖那天，我到了现场，将富龙工厂的所有器械加上工厂全都买了下来。之前跟富龙有合作的合作方在拿到款项后，得知我有意重新建厂，也都向我试探，还好结果都不错。13家合作方最后在我的坦诚交代下，有4家表示愿意跟我合作。毕竟富龙的这个工厂确实有些优势，一些精密的材料，其他的工厂都达不到要求。虽然富龙人品有问题，但他工厂确实有潜力。于是在我的重组下，厂子重新开业了。学伟也到了厂子工作，当了个小组长，工作上也是干劲十足的。之前答应愿意重新合作的合作方，也跟厂里重新签订了合同。在拿到第一批验收材料后，纷纷表示愿意续约。于是厂子在我的经营下，几年间已经风生水起，诚信的口碑也打了出去，想要合作的厂家供不应求，厂子也被评为了当地良心企业的称号。学伟也从小组长慢慢升到了副厂长。刑满释放的富龙站在熠熠生辉的厂房门口前，看着这个焕发着生机的工厂，脸上也欣慰。现在知道你输在哪里了吗？我问他。富龙淡淡一笑，已经不复当年的狂傲。知道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